所以到底为什么我们要爬富士山呢？日本有一句谚语说，没爬富士山的人是笨蛋，爬第二次的人也是笨蛋。所以我们现在有点犹豫，到底要不要去爬第二次？因为我们这一次爬富士山呢，上山的时候遇到白墙，对，然后攻顶的时候遇到16级风，真的是谢喽。虽然成功登顶，但真的不容小看富士山天气。从一路上的白墙到突如其来的大雨，难免是有点爬到绝望。你问遗憾吗？当然，毕竟我们花了时间和身体力行。但遗憾不等于后悔，因为跟对的人一起攻下这座山是个美好的回忆。大家安，我是安，我是凯。今天我们要来分享，我们终于爬完富士山啦！这是你第一颗百岳红，新手百岳遇到16级阵风也是不容易啊！我就是天哪，经验值攀升，天选之人，天选之人。对，这是我第2颗百岳，但我觉得这次经验真的蛮特别，就是我们起登的时候天气其实还 OK 哦，就是没有到感觉这么没希望。对，但越走越没希望，就是因为风雨越来越大，然后我们的脚下那个河跟土石流没什么两样。对，我那时候还想说，天哪，心心念念的日来光终于可以看到了，超期待日来光，或者就是那个还有巡播，就是觉得哇，我们一次要上去就是完整的爬完这样子。而且我们这次还有同行，就是百岳经验非常丰富的长辈，他说他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子，就是所有装备都穿上了，防寒防雨啊，然后而且他还说就是这样的天气，其实在台湾会直接撤退，就是并不会上山。对，总而言之，这次我们就当练功啦，对，就当练功。回归正题，那因为呢，新手爬富士山的资讯网络上已经讲到烂了，不过我还是要讲。我觉得这种经验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还是可以分享一下。那这一次呢，我们是直接报当地的日本旅行团，对，因为我们自己在网络上抢山屋的时候，网页一直在转，完全没有进入那个页面，所以后来我们就直接报日本当地的团。那资讯的话，我会放在资讯栏，大家可以直接从那边点击去预定。是的。再来就是富士山的行前资讯，它就是每年7月到9月开始，就是他们的登山季，然后每年的5月开始开放报名。不过它每一年的报名时间会有一点点的微调，当年的话大家要自己再跟进一下那个时间点。是的，然后它2024年有多了一个新规定，它需要预约。那你在爬之前要先去登记，然后每天的人数只有限定4000人，然后要支付2000元的日币，然后加禁止1日单攻哦。你要先订好山屋才能去，你不能说你直接冲上去，然后没有地方可以住。然后登山的路线呢，吉田须走、玉电场、富士宫。那我们想都不用想，第一次新手一定都是吉田。对。大概3公斤哦。开爬前向导会帮你称重包包，男生建议是6公斤，女生建议是4公斤。其实吉田路线沿路有很多山屋可以采购粮食，所以建议大家真的不用背太多。至于装备如何准备呢？图片提供给大家参考。这边提醒手套务必要防水哦，不然下雨完全失去保暖功效。以及雨衣跟防晒装备务必要带上。另外就是上山前，如果想要有个爬富士山的纪念，可以购买金刚杖。帮大家比价过，这里的那个金刚杖，小的、短的，是这一间店是最便宜的。我觉得差别是差在那个地方，它大的话1根是1200，知道我修了，应该有150公分。可是这飞机带不回去啊。对啊。现在一路都蛮轻松的，能一直都是这个路吗？你知道富士山多少公尺吗？3772，3776，而且你知道，其实富士山之前不是日本的第1高山不知道？耶，我有故事可以说了。来，请继续。以前的第1高峰就是马关条约还没签的，在日本殖民的时候，第1个高山是玉山。对，以前我们还合在一起，他们殖民我们的时候，假白。再来第二个问题，你们知道富士山为什么叫富士山吗？你们来爬富士山，居然不知道富士山为什么叫富士山？你们全部给我下山！没大没小。
好，那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富士山叫富士山啊？来，其实富士山的名称有超多来由的，但我觉得我自己最感兴趣的一个是一个来自一个日本很古老的民间故事，它叫做《竹取物语》。然后里面呢有个叫竹子的仙女，她住在月亮上面。她有一次就是因为犯了戒，所以她被贬到人间去。然后她在那之前呢，就把她一个长生不老的药呢，在山顶给烧了。对，烧了之后那个烟呢就飘向月亮。飘向月亮的时候呢，这个山就成了不死之山，因为它就是那是长生不老的药嘛，就烧成灰了。那后来呢？不死这个音在日本里面的谐音呢，就是富士，就是富士，对，它就是富士山的由来。对，不死山，没错。它到现在还是一个就是会喷发的有火山，机会喷，不是死火山哦，是活火山。活火山呐。对，我在帮它减轻重量。谢谢你哦，它不是你装的。在开爬以前，五合目登山口处可以看到马，印象价钱要4万日币，能载你到七合目。相对下山时，你也可以在七合目选择骑马下山。还是357分呢，咋每一杯减少的感觉？他现在已经走了快1个小时了吧？啥屁都没看到，就厕所。那感觉如何呢？很稀薄啊。看着周遭云雾完全没有散去的迹象，紧接着后面更糟。但我们依然开心地收集着金刚杖的章。不得不说，富士山真的是我见过百岳里最会赚钱的山。我们会不会盖一张盖到破产？哎，他盖的那个章好可爱哦，是那个，好可爱哦！天哪，真的是因为盖章破产哎！刚刚稍早有提到山上的物资真的算是很充沛，虽然贵，但东西都挺好吃的。大家如果有爬到七合目的话，记得喝上这一杯奶茶，虽然有一点有贵点。带盐的味道。对啊，海盐的牛奶糖奶茶，很好喝哎！让人家喝一口啊。不行啊，真的很好喝哎！这个200块而已啦。这边200块。可以啦。100颗啦，对啊，4口啦，1口10块啦 ，OK 啦。水很珍贵的，还要加什么奶？熊的奶。很多，真的喝一口。所以你很细分那么多，给你喝一口。你看很特别，它很甜，很好喝。对啊，好啦，给你们喝一口，珍贵的，很甜，不是一小份。对，分享给我。已经在休息了。真的，千坨，好厉害，肉桂。干，居然是肉桂！天哪，我不喜欢呢。可是天哪，它颠覆了我对肉桂的想象哎。今天忘记肉桂这件事情。对，好两天以上忘记讨厌肉桂，还真的喜欢要命。怕肉桂的人上来喝一杯。在七合目，我们看到了很多落脚在这里休息的人，但如果选择在七合目休息，就需要入清晨时开爬，才可以来得及看到玉来光。一路上，七合目的点位大概有3到4个山屋吧，各种七合目的章盖不完。终于，我们在抵达八合目以前，看到一些市区的景色了。我们终于经过漫长的路，要抵达八合目了。八合目的烙印500块钱，3100。卡哇伊。就当以为天色要完全放晴了，随着高度越来越高，前方等待我们的是超大的暴风雨。真是有够突然的。我转身啊，我可以摸到。但是好险有伞。A few minutes later. 现在来到了本八合目，先烙印呗。
随着烙印的章越来越多，才发现非炭火烧的烙印通常颜色比较均匀，不会过深。而本八合木是我第一个看到用瓦斯炉烧的。有2个好划算哦。狼狈现在外面下超大。我们被分配的房间，哇，好可爱哦！它还会挂在上面。11到18，好，1公分后排肉排。这是我们明天的早餐，原本是3小坨饭团跟这个鱼。然后因为太占空间了，所以我们就要了一个袋子放这些饭团，挺好的。对。雾大到有我的影子。哎呦酷！这有点恶心，你很酷。哎呦，开了！我们现在到了，然后下超大的雨，超崩溃的，然后又好冷。我们点了1碗汤，要1000日币。那就这只汤，帮我搅一下。马铃薯一点点小小的肉。但是因为我们早上就是打包这个还没吃，就配饭吧。那其实富士山每年都有超级多人去爬，虽然它有4000人数限制，可是你一上山，你就会觉得天哪，这根本是富士山菜市场。可能我觉得因为是吉田路线很夯吧。有可能。对。但对于我来说，我觉得爬山的品质是没有这么好。反正我觉得爬富士山就是一个自我挑战。就是有点像圆梦，但其实如果你真的只想单纯看富士山的话，你在山下看就好了，在上面没什么好看的。没有什么好看？是因为我们都是遇到白墙吧。虽然这一路没有太多展望，但老天爷似乎有怜悯我们了，让我们在下山时看到了更多的风景。我们8点38分就已经下山了，也太快了吧！你又飞这个吗？脸就这样拿就好。再来一个，我这次对富士山贡献呢，就是花超多尿尿钱，因为你在那边5合目、6合目以上呢，你每上一次厕所都要花200日元到300日元不等。偷偷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不想要在5合目花上厕所的钱，可以旁边有一个游客厕所，应该是不用钱的。我们后来才发现的。对，但要往下走有点远。总而言之呢，跟我一样爱尿尿的、膀胱比较无力的，就是那个硬币一定要带够，因为你在100元日币哦，100元日币，因为它都是投币那样。今天第一天收集8个100，我得继续收集，要把它藏在其中一个不会花的格子。好，我们现在要来针对就是爬完富士山，大家就是如果再来感想啦，什么感想？如果再来，然后要再来一次吗？我想要先发问，亲爱的朋友们，要爬第2次的投票，要爬的举手。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他太五味杂陈了，他太纠结，我觉得你可以发表一下。它这里天气变化太大，做一休一啊，没办法。而且其实我们看不到景，我真的觉得我们一直在爬同样的东西，我们就这样一直在无限的绕 S， 地形地物也都差不多。对，好笑。好啦，那总结就是，我是觉得可以爬吗？总结这样子，总结就是你要有一群很好的朋友，爬山的朋友最重要，不管什么天气都会是很好的回忆。对，不要在那边
靠背不爽，脸很臭。我们还是靠背啊，我们有平等心的朋友可以帮你换。没有，就是你不要有那种个人情绪很重。以上。好啦，那就希望大家可以自己行评估，反正就是跟一群对的人来爬山是非常重要的。对，那这集影片就到这，希望有喜欢的话帮我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拜拜。